来吧，公主。好了，上节课留下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，应该都听明白了吧？那我们先休息20分钟，下节课再继续吧。哎，夏老师，我刚才又想出了一种解法。因为不是什么复杂的问题，那个学生又很聪明，一下就明白了。哪有？如果不是季音得去参加市里的教学研讨会，我才不会接下这份委托呢。而且，就算是过瘾，我也早就体验过了。上次回学校，我不就给你开过小灶了吗？你还特地在我的课堂上捣乱了吧？是啊，真是多亏你了。对了，你怎么突然来了？好啊。哎，夏老师，这是我们的新老师吗？不，她是我的未婚妻。啊，原来是师母来视察工作呀。哎，夏老师以前是我们学校的，那师母呢？好了好了，看你们劲头这么足，是都准备好待会儿的训练了吗？休息时间还没结束呢，夏老师别转移话题。是啊，夏老师多和我们说说去布拉格参赛的事情吧。那个，这次的竞赛也是在布拉格举办，我们想到时候顺便玩几天，所以找夏老师问问攻略嘛。放心吧，到时候是你们季老师带队，他有经验，会安排好一切的。时间差不多了，你们先回教室准备一下，我打算下节课对你们进行地狱难度的特训。啊！
你竟然用这招！好吧，我坦白，我们不是约好了要一起去布拉格旅行吗？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计划这件事，现在已经计划的差不多了，本来打算给你个惊喜的。是不是心动了？那下次假期，我保证，一定让你在布拉格留下愉快回忆。哦，我得回去上课了，等我下课。到了，我可是特地订了我参赛时住的那家哦。差不多吧。没走错，把前台装修成酒馆，就是这里的风格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在制定计划的时候，下意识觉得这是唯一的选择。难道是因为很有特色，所以我对它的印象深刻吗？当时我们带队老师一进酒店就被吓了一大跳，以为自己订错了地方。他和前台的工作人员确认了好多遍，最后还是不放心，对我们千叮咛万嘱咐。知道大家都比较激动，但你们还没成年，不许喝酒啊。对了，我记得这儿的老板是一个特别慈祥的老爷爷，前台还摆了他收藏的古董座钟。跟当年比起来，变化还是挺大的呀。总觉得我忘了什么。算了，应该不是重要的事，走吧。你醒了，那等你收拾好，我们就一起去吃早餐吧。你也知道我的生物钟嘛，天蒙蒙亮的时候我就醒了。反正躺着也是躺着，我干脆去花园晨练了。你猜我在花园里发现了什么？哦，要是遇到小精灵，我肯定会带回来让你许愿的。哼，回答错误。就知道你在拿我打趣。我发现了一件青春时期的遗留物。具体是什么，我们待会儿一起去看吧。你先收拾，我也去冲个澡。我昨晚不是说感觉自己忘了什么吗？今天晨练的时候，我终于想起来了。我当时在这里藏了东西。
打开看看。亲爱的华生，当你看到这句话时，我已经在布拉格设置好谜题了。去找我隐藏的答案吧。如果一切都是正确的，你应该能看见布拉格最美的景色。就算你问我，我也给不出答案。其实连我自己也忘了最美的景色是哪里了。说来也奇怪，这种事情我不该忘记才对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让这种事发生的。当时设计谜题时，基因也来帮忙了。是啊，现在想起来还挺好笑的。我一开始的打算的确是自己完成这个计划，但在我藏题的时候被基因发现了，然后他就自告奋勇要来帮忙，最后就变成了由我设置框架，他填充细节。我其实不太记得当时具体的想法了，但我应该是想让你在布拉格的旅行更加充实有趣吧。毕竟出发前我答应了你，要帮你做一份旅游攻略的。哈，我本来就是侦探嘛。不过，今天你才是主角，所以换成我来当你的助手吧。我们一头扎进暮色里，忘记了白天和黑夜。没记错的话，这句话出自卡夫卡的短篇小说。我想，应该有一份密钥能让我解密。那句话就是提示。我不太记得了，但从谜题本身来看，我倾向于自己当初选择了英译版。毕竟将铭文锁定在26个字母，会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。算是吧，我给基因讲了一些密码学的理论，具体的题他应该修改过。怎么了吗？你又不是第一次知道我很厉害了，多夸我2句也可以哦。放到现在，我肯定会比高中做得更周全的。小菜一碟。其实你已经找到最关键的部分了，但铭文或许没那么复杂。即便是短篇小说，它的词汇量也大概率能涵盖所有字母。所以，
我认为铭文本身比较简单，以至于无法完全对应密码。看来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，那就出发吧。试试就知道了。哎，等等，这可能就是正确答案。密码学中有一些简单的加密方式，比如替换式密码与置换式密码。这其中又有很多细分，但共同点是，它们不需要密码本。可以这么理解，更准确的说法是，这种加密方式是保持铭文的字符，而打乱其位置和顺序。这个就交给我吧，毕竟术业有专攻嘛。我知道了，这是凯撒密码。凯撒密码是一种简单的加密技术，铭文就是26个字母，只会向前或向后进行固定数目的偏移。而偏移量是固定的，总共只有25种。P 不在铭文中，根据这点，能筛选出9种情况。再依照重复字母出现的频率进行分析，就能知道偏移量是7。Catch the kitten， 答案应该没问题，但抓住小猫是什么意思？我上次应该没有去过类似的地方啊。先休息会儿吧。应该是巧合吧，这可不是我顺手做出来的。这游戏有200多个关卡，我应该想不出这么折磨人的谜题。对了，想吃冰淇淋吗？烟囱卷冰淇淋是这里的特色，我做攻略的时候看见很多人都打卡了。那我去买，你先在这儿打游戏吧。那我拭目以待喽。怎么样，有什么线索吗？要不要再继续尝试一下？
那只要能通关了就可以了吧？像这样的小游戏，只需要简单写个脚本，就能直通结局了。别愣着了，待会儿冰淇淋该化了。也许是我们忽略了什么细节，在……反正现在也没别的办法，当做随便逛逛也好。走吧，根据侦探守则第3条，追踪是一个优秀侦探不可或缺的技能。是时候展现我们真正的实力了。好问题，但我还没来得及编出来。那当然了，区区小猫还能难倒我们？我们是不是有点过头了？这一路我们都鬼鬼祟祟的，感觉更引人注目了。他哪像容易被吓跑的样子啊？看起来胆子比狗都大。就这么在街上乱跑，也挺危险的。怎么了？没关系，这种事我也很熟练了。你先别动，避免惊动他。一般来说，目标被发现后会想办法甩掉我们。最优的方案就是借助人群逃离，而人群对我们既是障碍也是保护，因为某些穷凶恶极的目标会对追踪人员进行攻击，所以我们现在需要谨慎的观察，如果目标有异动，可以考虑实时逮捕。这件事也交给我吧，我会以最快的速度。什么？这怎么行？也没什么，就是……唉，我不希望我们的约定这么随便就结束。
你觉得呢？什么嘛，你明明一开始就这么打算的，却还是绕一个圈子吊我的胃口。我还以为……你刚才有件事可没说对，那时候我可一点儿也不轻松，手机都被我捏出汗了。我知道啊，但毕竟是和喜欢的女孩子做约定，就算再怎么熟悉，我也还是会紧张的。光顾着说话，猫都跑了，我们也快走吧。他怎么又停下了？可能他只是在这儿休息，我们先等等吧。对了，你看这个。唉，不过冰箱贴的设计都只采取了天文中最显著的部分了。哦，没什么，只是相较于天文钟本身，我更喜欢塔顶的那个常被人忽略的小时钟。那个时钟很特别，长针是时针，短针才是分针，与我们的习惯是相反的。我第一次看见时还疑惑了好一会儿，后来才知道，这寓意着时间倒流。老大，季音，没想到在这儿遇到你了。我这不是带学生来参赛吗？哎，我都不知道这群崽子能这么闹腾，可累死我了。老大，我们当年也没像这样吧？是吗？我可记得你当初因为凑热闹错过了集合的时间，让带队老师一阵好找。可以了，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行了。对了，你们俩终于来布拉格旅游了。是啊，他当时就念叨要和你一起来，这下总算还愿了。没错，我们正在解当年的谜题。只不过，我们卡在这里了。谜题？那件事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当时还苦恼了好一阵子吧？老大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看不出来吗？我藏东西呢。哎，季音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嘿，我站在你后面好一会儿了，是你自己太认真了，没发现我。
什么东西这么神秘啊？我昨天和他约好了，我们之后要一起来布拉格听钟声。不过除了钟声，我还想带他看点别的。别的什么？这是重大保密事项，不能告诉你。我的计划是设计一个谜题，让他能一边解谜一边游览布拉格。那需要这么麻烦吗？你直接当他的导游不就好了？哎呀，我懂了，这其实是那种情节吧？先难住他，然后你再来帮他，跟英雄救美似的。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都是从哪儿知道的这些？言情小说？是我们竞赛班同学的，可不是我爱看，我就随便晃了一眼。然后你就晃到了这么具体的情节？重点是这个吗？重点是我懂你。唉，你又懂什么了？像你这样又当考官又当考生是不行的，难不成你真在一边看着他解谜啊？所以啊，让我来帮你改改谜题吧。大功告成。不过，为什么你要强调这几个地方啊？我看有些知名景点都没入选。我和他又不是只来玩一天，知名景点可以之后再慢慢逛。但这个谜题里，重要的是时间，不是地点。今天真是谢谢你了，帮大忙了。哎呀，跟我客气什么呀？我待会儿还约了人买纪念品，就先走了。好。什么英雄救美啊？以他的性格，只会被激起好胜心，然后势必要自己找到答案吧。我估计这只猫也是我的手笔。这我真的不记得了。也许这猫也没那么重要。毕竟当时老大确实说过，重要的是时间。时间？你们俩也别太着急，凭你们的能力，肯定能解开的。先不说了，我得去盯着那群崽子了。我们有空再聚。行。嘿，两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吗？我看你们在店门口站了好一会儿了。我想，或许你们寻找的猫咪并不是拉达，而是他的妈妈玛格达。他们都是生活在集市附近的流浪猫，但玛格达在前几年就离开了。我记得以前玛格达很喜欢在城里兜圈，从集市出发，沿着河边一路晃荡到老城广场。啊，他还很喜欢在天文钟附近听钟声，也许是受妈妈影响，拉达也有这个习惯。那拉达每天的行走路线也是固定的吗？不，拉达比较随意，
你们今天能在拉德尼斯街遇见他，运气还算不错呢。哦，对了，你们等一下。这是玛格达的行动轨迹，应该会对你们有用。不用客气，等空闲的时候来照顾我的生意就好。想要一点提示吗？我终于想起来最美的景色是什么了。就知道你会这么说了。那我就不打扰你解谜了，我要偷偷懒，欣赏一下城市风光。还好今天是个好天气啊。我也想有点参与感嘛，跟我说说，为什么觉得谜底不是天文钟吧？还能这样啊？靠猜考官的想法答卷，也太作弊了。好吧，那下不为例。你答对了。哦，没什么，只是相较于天文钟本身，我更喜欢塔顶的那个常被人忽略的小时钟。那个时钟很特别，长针是时针，短针才是分针，与我们的习惯是相反的。我第一次看见时还疑惑了好一会儿，后来才知道，这寓意着时间倒流。看样子你已经想到关键了吧？那你的最终答案是哪个呢？其实一开始就有提示的。那你的最终答案是哪个呢？答对了。来吧，趁时间正好，让我们奔向黄昏。
其实，最美的景色是我想出来的噱头。那时候我根本就没有设置具体的地点。其实目的地是哪里根本就不重要，绕了这么大个圈子，只是因为我想把时间拖延到现在，然后和你一起在布拉格看落日。怎么这么惊讶？特别的原因啊。我的确是出于某个想法策划了今天的一切，但或许并不特别。你还记得我参赛期间未名市的天气吗？这么说倒也没错。那段时间未名市总是阴天，只有我们一起听钟声的那天放晴了。很奇怪吧？那时候我能在意的事情明明有很多，比如竞赛的结果，或者更久远的未来。但我最在意的竟然是未名市的天气。因为故事里说，人难过时会看44次落日，但我想，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也会想看44次落日。所以哪怕是隔着时差，我也想在未名市的黄昏时刻拨通你的电话，然后我会把落日当作一个借口，用来包装当时不敢说出口的我喜欢你。只可惜，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，刚好错过那段时间未名市唯一的晴天。你不是问我，如果时间倒流，我想回到什么时候吗？我想回到那天，去做那件现在看起来无关紧要的小事。是啊，可是爱一个人就是会不自觉地在意他的细枝末节。对我而言，1次和10000次都同样珍贵。好啊，但我还想再为这件事做点准备。都交给我吧，唯独这件事，我想向你展现一个盛大的惊喜。走吧，我先送你回酒店。来吧，公主。会吗？
但我只是想将美好的夜晚献给你。我这样会有些过头吗？我想了很久，还是希望我们能在完成约定时隆重一点，再隆重一点。或许是因为这件事跨越太长的时间，让我不想轻飘飘的结果。那就好。这虽然不是到点就会消失的南瓜马车，但我们还是快些出发吧。我想和你一起迎接第一声钟响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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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已经接通了，太好了！我还担心你在忙工作，没注意来电呢。唉，没想到我们刚回来，你就接到了出差任务，都来不及好好休整一下。怎么样，这几天还顺利吗？嗯，听你这么说，我就放心了。对了，猜猜我刚才在干什么？猜不到？好吧，那我就揭晓答案喽。我在整理我们从布拉格带回来的纪念品。当然不只是整理了，我还稍微加工了一下天文钟冰箱贴。我在空隙处加入了发声装置，这样打开冰箱的时候，天文钟就会随之敲响钟声。啊，你想现在就看看？不行不行，因为发声装置出了一点问题，只要启动了就停不下来。要不是接通电话前我紧急把电池拆了，我们现在就在钟声里聊天了。放心，等你回来的时候，一定能看见成品。现在就留个悬念吧。啊，你也给我准备了小惊喜吗？能跟我说说是什么吗？竟然要保密啊！好吧，等你回来再揭晓也不迟。反正只要是你送的，我都喜欢。而且比起礼物，我更想能早点见到你。虽然才分别了几天，但我已经非常非常想你了。你也是吗？这件事就算你不说我也知道，但果然，我还是想听你说一遍。啊，不知不觉已经这么晚了。你明天还要早起工作呢，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。晚安。